欢迎来到这次的解析。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深刻，说真的，也常常让人感到心碎的话题。想象一下当你刚勇敢地熬过了一场生命的重大变故，不管那是极度的高压、失去挚爱，还是让人身心俱疲的化学治疗，当你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镜子前，或是洗澡的时候，却发现排水孔被大把大把的落发给堵住了，梳子上也缠着触目惊心的发丝，那一刻那种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感觉，我们真的都懂。毕竟对女性来说，头发从来就不只是一堆生长在头皮上的蛋白质而已，对吧？它是我们的安全感，是女性魅力的象征，更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延伸。但在今天的解析中，我要带你看见真实的希望，我们要一起找回那份失去的丰盈与自信。现在，请你先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跟着我深呼吸。看着那些掉落的头发，你心里一定常常问自己一个很沉重的问题：为什么压力和化疗会让我的头发掉成这样？难道我的毛囊真的已经死掉了吗？首先，我要在这边非常明确地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观念：这绝对不是你的错，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无法挽回的绝症。这其实只是你的身体在经历了一场大战之后太累了，所发出的一场生理性罢工而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完全可逆的过程。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重点。为了帮助你重拾发量与尊严，我们准备了一份非常清晰的科学蓝图。首先，我们会了解为什么落发不是你的错，接着揭开毛囊其实只是在冬眠的秘密，然后探讨如何透过科学跟营养来做精准的复原。最后，我们会带你看见一个完整的12个月重生时间轴。来到我们的第一部分，落发不是你的错。让我们用客观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场生理性罢工。从临床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纯粹就是身体为了应付极端环境所做出的自我保护机制，这跟你的个人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女性这种异常落发跟男性的基因型秃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哦。如果你是因为遭遇重大压力，大脑其实非常聪明，它会立刻引发所谓的休止期脱发。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启动了生存模式，它心想：天哪，现在遇到危机了，然后就会把珍贵的营养优先送给心脏跟大脑这些重要器官，这会迫使大量原本还在生长期的毛囊瞬间断电，进入休止期。这就是为什么几个月后你会发现头发变得整个很稀疏。但如果你是因为化疗引发的，则是生长期脱发。化疗药物的任务就是去追杀体内那些快速分裂的癌细胞嘛，但很不晓得毛囊底部的基质细胞刚好也是我们人体内分裂最快速的细胞之一，所以药物就像是无差别攻击一样，导致发丝的角蛋白结构直接断裂，这才造成了快速而且大量的落发。接着进入第二部分，毛囊只是在冬眠，以及我们该如何用科学来唤醒它们。这可是我们今天最关键的一个观念哦，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毛囊现在真实的状态。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毛囊并没有死掉，它们只是进入了一种暂时的休息状态，就像小熊在冬眠一样。这真的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对吧？无论是压力还是化疗引起的，只要危机一解除，这些沉睡的毛囊其实都在等待你。它们只是在等待正确的生化信号，还有足够的营养建材，就能重新启动。只要我们读懂细胞的语言，对症下药，它们绝对可以被唤醒，重新恢复生机的。那么第三部分，我们就要来谈谈如何透过科学与营养精准复原，帮头皮重建地基与发丝钢筋。既然知道了毛囊还活着，我们就不能只靠偏方，或是傻傻的在那边等。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医美骇客等级的科学干预，主动夺回我们身体的控制权。首先，沈睡的毛囊需要一个非常强烈的起床信号。现代毛发科学就发现了蓝铜胜肽，也就是 GHKCU 这个神奇的微小信号分子。当你的毛囊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蓝铜胜肽就像是给毛囊打了一通超级大声的 wake up call。
它能精准地刺激毛囊，不仅增加毛囊的体积，还能显著延长头发的生长期。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你新生出来的脆弱头发可以在你的头皮上待得更久，不会动不动就掉下来，而且还能长得更粗壮。有了叫醒它们的信号，我们当然还需要给它们充足的建筑材料啊。你可以把毛囊想象成是种在真皮层里的一棵树，所以我们必须先巩固头皮地基。这边强烈建议可以补充口服的小分子水解胶原蛋白胜肽，然后搭配维生素 C 一起吃，这样能增厚并且巩固头皮真皮层的弹性，防止毛囊因为地基松垮而掉落。地基打好了，接着是发丝钢筋。头发最核心的结构其实就是角蛋白，所以历劫归来的你一定要补充富含半胱氨酸的优质蛋白质。最后，也请精准摄取能改善贫血的铁质，帮助稳固结构的锌和铜，还有能强韧毛发的生物素。把这些营养补齐，你的毛囊才有力气开工。不过，在积极重建的同时，这边有一个超级强烈的警告，大家一定要听进去。在脆弱的毛囊刚刚苏醒的恢复期间，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把它们叫醒的耶，绝对要保护好这份生机。请你严格拒绝那些沙龙里含有甲醛或是乙醛酸等化学物质的护发或染烫疗程，真的先忍一忍，千万别对刚苏醒的毛囊造成可怕的2次化学伤害。还有啊，说真的，与其每天洗澡时盯着排水孔焦虑掉眼泪，我们何不用科学数据来建立满满的安全感呢？这边介绍2种科学测量方法。第一种是微观测量，你可以去皮肤科，请医生用50到200倍的毛囊镜帮你检测，追踪每平方公分到底有几个活跃的毛囊，而且还可以观察每个毛囊孔是不是有健康的长出2到3根毛发。第二种则是宏观测量，也就是标准化的全局摄影。你可以每个月在固定的角度跟光源下拍照，计算头皮视觉上的暴露面积，让这些客观的数据直接告诉你，别担心，头皮上的空洞正在被新生的发丝一点一滴地填满。终于来到第4部分，12个月的重生时间轴，我们要来把整个生发的过程视觉化。你的身体刚刚才为你打完了一场硬仗，现在请给它多一点点的耐心与温柔。接下来这1年内，你可以期待几个非常具体而且真实的里程碑哦。从第1到3个月的止损与苏醒期，接着是3到6个月的胎毛萌发期，最后则是6到12个月的中毛丰盈重建期。这是一条非常科学、非常明确的康复之路。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3个阶段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生物学奇迹。在前3个月，你会发现头皮的发炎现象下降了，头皮从压力期那种不健康的泛红，慢慢恢复成健康的青白色。接着，到了第3到6个月，某天照镜子的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哇，在发际线跟分线的地方，竟然长出了一层宛如春天嫩草般的胎毛，这就是新生命的迹象啊！然后，在第6到12个月，只要你乖乖持续提供角蛋白跟铁质等营养，这些原本细软的宝宝胎毛就会成功吸收营养，慢慢转化为粗壮厚实的中毛，最终把你头皮上的空洞完完全全的填补起来。就像这句话说的，落发只是生命给你的一场短暂考验，它夺不走你灵魂里的美丽与坚韧。当你透过蓝铜胜肽跟充足的营养重建，几个月后再次用手指梳理那份久违的丰盈秀发时，你要知道，你不只是找回了头发，你更是重新夺回了那个充满生命力的自我认同。如果科学已经证实能让吮睡的毛囊在12个月内奇迹般的苏醒，那么你准备好夺回身体的主导权，踏上这趟寻回自信的旅程了吗？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感谢你的陪伴，我们的解析下次见啦。